尊敬的面粉们好，我是面具人。今天你们赚钱了吗？应该是赚钱了吧？各位观众，只要你打开了面具人节目的点赞、订阅、小铃铛，你们当中有及时的跟上我操作的，这几天应该都是赚到钱了。为啥呢？我们来看一下啊。昨天我在节目最后已经明确的给大家说了，雪崩 AVAX 在86到82左右的这个区间，你们都是可以买的。如果说你想做长线，你直接现价买入也是可以的。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啊，雪崩在我昨天节目播出之后的最低点是87美金啊，当时面具人我的判断是86美金，差了一点点。当然了，我也推荐大家在现价买入，对吧？那也就是说，你在这个点位区间买入了以后，或者是89、90现价买入的，都是可以的，利润还都是不错的。你们看嘛，今天雪崩就已经涨到了最高97美金。长线持有的话，你依然可以持有啊，或者呢，也可以考虑套一下利。OK， 我们再来看一下昨天我推荐的 Matic 啊。当时最低的点位是 1.74， 然后呢，今天就涨到了最高 1.87。那这两个币的单日涨幅都已经达到了10%左右啊，雪崩更高，最高达到了16%、17%。如果说你昨天有看到了我的节目，你投10万块钱，那你睡一觉等于说就赚了17000、18000啊，这个钱赚起来多容易的，对吧？那今天雪崩也涨了 ，Matic 也涨了，就引出来了一个问题，那就是现在大家都关心的，你看现在币都涨了，那我们还能不能再入场继续买币了？我们买了以后会不会又跌下去？关于这方面的问题啊，尤其是买币的推荐，我会放在今天节目的末尾告诉大家。想必你们也都看到了面具人我的节目推荐的准度了，所以说呢，一定要看完今天的节目，精华内容都在后半部分。如果说你想要最及时的信息，也可以考虑加入我的会员啊，因为第一手的消息我都是先发到我的会员公告里面。那在节目最后呢，我也会公开加入我会员的方式以及我个人的联系方式啊。好，先来讲今天的第一个新闻啊。那节目开始之前呢，请打开屏幕下方的点赞、订阅、小铃铛，否则呢，错过了面具人及时的财经消息以及政治风险预警，而导致了你被割韭菜，或者是造成了一些不可挽回的损失的话，可别怪我哦。那顺便把今天的这个节目转发到3个平台以上，截图发送到我的邮箱，就可以参与抽取这个月的 NFT 大奖了。这些 NFT 都是可以上架交易的真金白银的钱哦。好，来讲正题，先来说一下股神巴菲特入场加密货币的事儿啊。其实呀，这个股神巴菲特入场加密货币是一定的，只是早晚的问题。面具人在去年的时候就已经多次暗示过，已经提到过，股神巴菲特绝对会进场比特币加密货币市场的。为啥？因为资本逐利的本质导致了这些资本家他的本能就是有利可图，哪儿能赚钱我就去哪儿，听懂了没？有利可图我就进场，没啥可说的，不存在什么信仰价值之类的，不存在要脸不要脸的啊，什么要脸不要脸？有钱就是有脸，没钱就是没脸。尤其是在中国，这个道理就更加行得通，对不对？你们说面具人我说的这是不是大实话？来，大家看这个新闻啊，巴菲特的伯克希尔哈萨韦公司抛售了部分 Visa 和万事达的持股，并增加了在巴西最大的金融科技银行 Nubank 的开口。那这个银行的很多业务都是针对比特币加密货币投资的，并且呢，这个银行也很受比特币加密货币投资者的欢迎。那这个巴菲特的公司撤股了一部分 Visa 和万事达的投资，而加入到了投资这种针对加密货币的银行。那这一事件也标志着股神巴菲特的投资方向从信贷公司转向了金融科技公司、虚拟互联网金融的领域。你们可以想象一下啊，股神巴菲特呀，居然会为了一家主做加密货币为主的这种银行，放弃了全球很牛逼的 Visa 和万事达的部分持股。万事达 Visa 那大家都见过吧，几乎地球人都知道。然后嘞，
股神巴菲特放弃了一部分他们的持股，而转投了加密货币投资银行。这中间的动力和利益的诱惑究竟有多大？想必你们也是可想而知的，对吧？更有趣的是，巴菲特曾经是一直不看好比特币的，甚至嘲笑加密货币是一种不会创造任何东西的资产，说白了就是没价值啊！巴菲特认为加密货币没价值，但是呢，你看巴菲特现在又开始转向投资加密货币领域了，又开始真香了，自己打自己的脸了。但毕竟巴菲特是大资本家，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如果说他直接真香跳槽到了加密货币领域，那也太丢自己的面子了。等于说他自己把自己之前说的跟屎一样的东西又给吃下去了，是不是？所以呢，他采取的是这种渐进式的，先间接的投资啊，就相当于我投资了一个投资加密货币为主的银行，然后呢，这个银行是做加密货币的啊，但你并不能说，我巴菲特就打脸，我直接投资加密货币了，对吧？相当于他现在还是做太上皇，先投资以投资加密货币业务为主的银行，再向下进一步。那这样呢，既不耽误他巴菲特赚钱，还能够保持住他的脸面。我巴菲特没有直接投资加密货币呀，对吧？你不能说我真香，你不能说我打脸，是不是？我告诉你，商人、资本家都是不要脸的，只要能把钱赚了，吃屎又如何呢？只不过呢，他们会演戏，演得让你看不出来他在吃屎。无论如何，股神巴菲特的进场揭露了币圈大航海时代才刚刚开始，以后会有更多的超级资本进场的。你看，最近 Matic 的生态发展的也不错，因为转账手续费低，转账的速度也快。当然了，除了卡顿之外Matic 比有着同样优势的 AVAX 来说，操作更加简单当然了 ，Matic 没有 AVAX 流畅可是呢 ，Matic 的盘子小，购买成本低，那它也就成了很多那些资本家呀、机构的投资对象。大家仔细观察你们可以去搜一搜 Matic 相关的新闻你们搜一下就应该能看到了。最近呀，有很多元宇宙的、GameFi 的、链游之类的项目都选择在 Matic 上去发行去做，而且呢，在这期间又有很多大资本也在逐渐的加入 Matic。目前呢 ，Matic 的盘子还不是很大，所以呢，很多资本都很乐于买入 Matic 的。面具人的基金会的会员也都持有了大量的 Matic。当然了，这个雪崩 AVAX 我依然是很看好的。这两个币不分高低，你要硬要分的话，可能雪崩还高一筹。总之呢，这两个都是非常优质的链币，就像海贼王现在的漫画更新是一样的，旧的海上霸主就要被淘汰了，像大妈凯多都是要被淘汰的，新上来的这些超新星才是最牛逼的。所以呢，各位现在不用谈什么 AVAX、Matic 谁强，这两个都是未来的新霸主。反之呢，币安 SOL 肯定是要被淘汰了。至于你们愿意搞什么信仰呀，愿意死拿到底呀，愿意坚守到底呀，那面具人我只能说，我佩服你是条汉子你牛逼，你跟钱过不去，你牛逼你就继续拿稳了，别松手好。再来说一下我对币圈接下来的走势的判断，以及我个人的操作推荐大家看图 ，AVAX 的近期起爆点是$76左右。那我们来看一下76到95美金的这个区间，肯定会埋一部分人下去的，肯定会有一部分筑底儿的。所以说呢，只要不是系统性的、市场性的大风险那我觉得在$80到$90的这个区间都是可以买入的。你就算它近期会跌你悲观一点，可是呢，面具人我分析呀，AVAX 跌回去的最低期待也就是$76一堵墙了。哎呀，你别咬我呀，我靠！而且呢，很可能还跌不到所以呢，在$80到$90的这个区间，你就可以考虑买入好，我们再来看一下 Matic。
Matic 呀就更好说了，我认为呀，它只要没有过1.9美金，都是可以买入的。面先知，我今天说的到底准不准？还是我最喜欢说的那句话，我们走着瞧。各位，过几天以后就能知道了。或者呢，你也可以进入我的会员群，得到最及时的操作思路，以及参与我今年的新风向的革命项目的早期入场机会。那如果你想加入，请下载 Line 或者 Telegram 搜索添加 ID Maskman118 办理会员入群手续，或者呢，你也可以参与一些那些什么爱国 K 线群呀、爱国炒币群呀，那个群主在美国教你中国人怎么炒币呀，炒完币了以后再爱国呀。祝你好运，学个画画技术也不错，再见。